正义的灵魂将回归宇宙的怀抱，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们永远铭记。你要到舰队司令部去，到前线去，去灵神星。后面几年局势要变坏了，抓好最后这个节点，大舰队过去那会儿，你便回来，晋升少校。那个表调回去。计划开始执行以来，我方已向灵神星部署工程人员和移民17班次，总计861名，补给航班52班次，对灵神星干涉行动正在稳步推进。但是受限于民联的保守政策，保障舰队的规模依然十分有限，目前仍以威慑为主。鉴于古神星在占领西神星以来所表现出的进攻性态度，我提议由我们移民管理局参与舰队调动决策，并在下个原点周期开始前往灵神星投入一支具有可观战斗能力的大型舰队。相比于原住民，古神星的威胁更需要注意。驳回，你们统合党在各个民政部门权力已经足够大了，造神星太空军需要优先维护我们和盟友的现有经济利益，重元素的开采事关国家安全。虽然灵神星事关未来100年的发展，但是目前调动权我们不能让出，先按流程提交议会审议再说。如果你们想修改部署方案，我们国防部会慎重考虑。方针不变，灵神星作为中立地区，我们不能大刀阔斧地搞，古神星也不会，所以还是以试探、保护设施为主。目前要求把部署常态化，达成对灵神星和平演变的目标。我们造神星的舰队总体来说还是对他们古神星有优势的，论扩军速度和战争潜力，我们也有优势。战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优选择。统计局监测站的数据，战略研究部提交的报告分析，近10年来，古神星的功率增速一直在上升。74年光伏扩张令发布后，增速更是超过了各方的预计值，从74年初的2.26%上涨到77年的7.14%，未来的情况尚不明确。根据多方面情报来源，古神星的重元素储备在迅速的增加。大量新建的元素分离工厂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对我方的威胁性急剧增加。外交部这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古神星的扩张已经切实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自从71年古神星占领西神星的行动以来，他们持续扩大在小行星带的影响力。司后星方面曾向我们表达了担忧，且仿神星和焰后星内部已经有导向古神星的倾向了。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未来古神星可能会占有3/7的大型金属天体，集团的损失会越来越大。我们应当在这次的联席会议上提起这个问题，不能放任他们古神星无限制的扩张。我们会提及的，但是增加功率应对威胁是不可避免的，地球也清楚这一点。过去10年的稳定发展，也是建立在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的。
但功率竞争呢，可见不到到头日。现在两边已经隐隐有突破地球功率管制的迹象。我们进行了什么战略储备，重启了哪些技术，地球不会不知道。不过肯定的，古神星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Angel 国务卿，你怎么看？还有希望。我认为应该增加双边交流的机会。目前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创造协商环境才是重点。一旦两边的功率扩张超过协商范围，就没有回头路了。古神星民众的诉求很复杂，我们可以尝试联合古神星一部分理性的势力，压制他们内部的激进派，在不触碰外太阳系的强信息和生物学技术的前提下，引入部分先进生产管制和节能技术，在不增加总功率并缓慢地提升生产力，解决民众的发展问题。稍微越线的问题，未来可以和地球谈谈，妥协的、让步的，无论如何总会有机会。太好了。那么，请告诉我有几分成功率？你把我们的安全放在虚无缥缈的会谈里，那么谁来保证协议的效力？靠连统一意见都没有的古神星政府吗？今天你和他们签约，明天民众就可以选出另一批人撕毁。这20年来，古神星合成党的崛起，难道是少部分人抬上来的吗？封闭的小殖民地选区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选举，这帮天天想着把脑子插在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飞升的人，他们选民人口都已经过半了，自动化也保障不了他们追求的人均生活标准。我们怎么合作？把灵神星和其他中立地区让出去？哼，总统先生，这和投降没有什么区别。双方尽可能的合作是必须的，希望渺茫也必须要去尝试。压制民粹诉求，为技术落实争取时间来避免战争，代价是1-2代人的生活停滞，但相比大规模战争是值得的。无论战争的胜负，最后地球的介入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200多年的发展成果可能会毁于一旦，如果可以换来数百年长期的和平，让出部分重要的战略资源小行星也应当被考虑。这个决定我们应当有魄力去做。魄力？自我毁灭的魄力？媾和把这道口子放开了，发展无止境的追求就会招致毁灭。你我都在地球读了16年书，不像民众不知道300年前的事情。违背了管制方针，那才真的毁于一旦。和地球人一样，站在戴森云上装作社会还在运行，还是和外太阳系那堆有机无机混合物为伍，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利。人的力量有极限，对信息的追求只有后者的结局。开战最差的结果，我们的社会也会一直存在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你这国务卿也别当了，就应该把你们这种叛徒的医保全部停掉。好了，别争了，后面的2个议程需要详细讨论一下灵神星内部的政治局势，以及我们